Hello，大家好，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如视频中所见的炎黄，也就是 SNA 家的皇者系列了。说来他们家产能也是真快啊，前面刚不久高文刚刚再版，一看转眼间炎黄又出来了。说来比起小比例的话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大比例的模型啊。那么皇者系列的话，也就是大比例的1:100比例的一个模型。对比的话，应该也就是20多厘米左右的高度。那么具体的开箱，在前面的开箱视频中已经展示过了。那我们这边直接进入正题啊，从骨架开始。那么骨架部分不用多说，肯定是有完整骨架的，但是还是保持着 SNA 家的一贯风格，就是下半身会比上半身要厚重，也就是上半身会瘦弱一些。整体的骨架的话，会偏向一个功能性的骨架，上面虽然有做细节，但是更多的是服务于外甲的。同时，在这个骨架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个玉涂装的这个香槟金色，以及一个类似佛祖金的一个橙金色，进行一个骨架的点缀。那么装上外甲之后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那咱们先说组合度啊，首先外甲的组合度是很不错的，基本没有需要用力的地方，主要还是在骨架上面个别的这种关节部位会稍微紧一些，但也没有到大力金刚指的部分。你可以直接就是用力摁，或者直接用个机器小欧嘛。那么来到外观部分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配色的话是由一个青色，再加上白色以及一些灰色以及深灰色的这种点缀色，主要颜色还是青色和白色。简单来说就是类似于马卡龙的那种配色。当然也是因为这个配色比较清新，所以说这次它给的水贴也是类似于这种拉花水贴，增加这个外甲的细节感的。同时，因为这次它有这个苍岩崛起形态，所以说全身上下有很多这种喷口的设计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在外甲方面，因为还是骑士嘛，所以说整个肩甲以及后面的裙甲、腿甲这边还是偏大的，保留了骑士的元素。类似这种巨大的裙甲以及腿甲的，在钢链铠上也是有这种设计的。那么本次的高度到脚的部分一共是24厘米，我们这边也可以拿出咱们的牛牛来进行一个对比，可以发现高很多啊。可动方面，咱们可以先来看它的头啊，这次的头是双段的关节，低头跟抬头的幅度都十分理想。侧摆也有一定的幅度，360度旋转毫无问题的。同时转头的时候需要注意脸部这个装甲不要碰到这个肩甲。大臂360度旋转是没有问题的。同时它这个肩甲也有独立的活动，手臂举手幅度可以摸到肩膀，手腕这边还有一个向内的一个可动。小臂360度旋转没有问题。肩膀这边有一处外拉的关节，外拉之后可以增加一个前倾跟后倾的范围，同时手臂平台可以远远超过90度。肩膀后面这个小披风是个球冠，可以随意的活动。弯腰主要依靠白色的零件以及绿色的部分，而且它这个弯腰会进行一个联动，这个白色的部分会进行一个避让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避让设计的还是很巧妙的。当然，它的后仰幅度就稍微偏小了一点。侧腰也是分为两部分，上面白色以及这个绿色。同时，我们在侧腰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黑色还有一个防穿帮的小设计。腰部360度旋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前肩胛部分是可以进行一个上拉，并且也可以旋转进行一个避让，身肩胛这边也可以进行拉出旋转，进行一个很大范围的一个避让。而在后胸甲部分也是可以进行一个上拉，进行一个避让。那么胯部这边是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机构，首先将这个卡扣拔出，然后拔出之后再将这个锁定机构往外推，这时候腿部就解锁了，可以将其下拉，然后我们再将这个卡扣推回去，然后扣上，这样就进行一个腿部的下拉拉出，拉出之后腿部前踢可以远远的超过90度，同时后踢也能达到90度，侧踢大约在120度左右，腿部弯曲可以看一下有一个小联动的效果。首先这边上面会有一个抽拉的效果，然后下面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小的一个低压感，这是一个小细节。大腿根部可以360度旋转，脚部这边这两个铠甲都是可以进行一定的避让可动，因为有两处避让，所以说整个脚的上下活动的范围都是很不错的。同时这个脚尖也有独立的可动，整个脚旋转也有一定的幅度，侧摆也有一定的接地性。武器方面，首先有一把骑士枪，枪身为白色，上面点缀着蓝色的透明件，枪杆子是可以取下的。同时还有一杆崛起形态的一个枪身为蓝色透明件的一个长枪，透明件有一定的荧光效果，但不是很明显啊。而且这个枪也有一个组合玩法，我们可以将这个两把长枪组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更巨大的一个长枪。然后还有一面骑士盾牌，整个盾牌的细节度还是不错的，通体为青色，中间还有透明件的点缀，后面也有这个机甲的细节。同时底部这边收纳了一个小刀啊，这个刀柄可以插上特效键变成一个小刀，总共有2把，可以直接握持在手上进行一个武装的 pose。
盾牌还有一定的展开机构，四面都可以展开，露出里面的一点机械小细节。连接方式的话，就是直接将这个接口插在这个手臂的上面孔洞上，插上去就可以了。只能说大盾再配上骑士枪，这个骑士的感觉一下就上来了。同时还有一个刀柄，这个刀柄可以用来安装这个觉醒刃的这个火焰特效剑啊，安装上去就可以变成一个火焰大剑了。这个火焰大剑还是非常巨大的，如果你不安装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将这个刀柄安装在这个裙甲上来进行一个收纳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火焰剑还是非常巨大的，搭配上这个骑士的话，也会感觉有一种这种斩剑刀的感觉。地台方面，地台上会有一个炎黄的水贴。其次，支架的话就是常规的这个可调节支架了。手型方面有常规的握拳手、舒张手跟开掌手，三个不同的握持手型，还有一个比枪的手型。同时，你还能用废件再组出一个没有卡槽的握持手型。背包部分，两片这个翅膀是可以展开的，同时基本都点缀了这个预涂装的金色，底下是插支架的。同时还有一个机械臂，可以多段的进行一个活动。机械臂可以直接安装在这个背包上面，机械臂也可以用来安装这个武器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两个机械臂可以安装在这个背包的两侧，同时都可以拿武器的。那么接着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觉醒模式的安装。那我这边就直接快速的给大家展示了。我们安装完所有的特效键之后，整体的效果就是这样子了。怎么样？感觉是不是还是很帅的？SNA 家的这个特效键通透度以及这个透明的感觉都是很不错的。说实话，这个特效键啊，给这个机甲加了不少的分数，同时让这个机甲的设定苍炎之魂得到了完美的体现。蓝色的火焰特效键覆盖了全身，再加上一个巨大的火焰披风，这点的话还是很不错的。当然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骑士风的，可能有些人就不太喜欢这种花哨的，也是有可能的。那么最后，咱们就来一个简单的总结吧。那么这款也是皇者系列1:100的模型啊，作为 SNA 最近也是没怎么出过这个大敌模型，那么这款对我来说是很符合我的口味的。我觉得这个骑士风格还是比较好看的，同时它的这个青色板件啊也是就2块，所以说也比较适合改色。如果不喜欢这种配色，大家也可以自行改。整体模型拼装完之后，上手的紧实度都是很不错的，并没有掉件，同时组合度也还算不错，个别地方偏紧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希望大家多多3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